机体型号 OZ-06MS 里奥，该机体的技术原型来源于20年前开发的多鲁基斯。由于机体定位是量产机，要交付部队使用，于是需要将多鲁基斯的性能指标降低，要求极限机动速度不要超出一般驾驶员可承受的范围。速度下降后，还得给装甲减配。这一操作下来，里奥整体水平至少下降了一个级别。如果面对多鲁基斯这一水平的机体，将会十分的脆弱。虽然装甲使用的也是多鲁基斯一样的钛合金材质，为了方便大规模生产，防御指标不在一个级别。首批里奥优先装备给了地球圈统一联合军，一时间使得地球圈势力大大增强，而对手势力殖民星国家军却没有对应的装备。虽然也有类似作业用机械人大规模使用，但是没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机动战士，无法抗衡地球圈联合军大量成军的机动战士军团。作为量产型机动战士，里奥的通用性很强，搭配有太空、高机动和空降3种组件选择使用，来满足不同的作战环境和任务需求。里奥主要输出动力来自腰部的3管喷射装置，在大气层内机动是够用的，如果要进行高速机动或者太空中，则会显得动力不足。进入太空需要搭配太空组件，除了背后大圆筒推进器组件外，还有4座调整姿势的喷嘴部件，其中肩膀部位就有变化，这也是区分太空型里奥的特征之一。机体本身的气密性一开始就满足太空使用，如果需要临时调拨地球的部队上宇宙，通过太空组件就可以迅速完成集结投入作战。如果要在大气层中飞行，则需要准备高速机动组件，腿部各装有1台喷射装置，背部搭配1对机翼和1组加速用引擎，降落后可以将机翼折叠，以避免机翼对机体地面机动造成障碍。展开机翼后可以再次起飞，基本不受战场环境限制，比传统的垂直起飞战机更具优势。像特列斯的 OZ 组织一度用来发动对高达的突袭作战，然后就是与搭乘运输机进行空降的组件。由于机体全重仅有7吨，这相当于过去轻型装甲车辆的程度，在空降上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应用，不存在技术上的难度。然后武装上一般使用105毫米来复枪，弹夹为圆鼓型，共备弹100发。枪口上设有火控瞄准装置，另一把则是光束来复枪，主要在宇宙中使用，在地球上也可以充分发挥光束枪的威力。光束枪比较小巧，可以和实弹武器交互使用。光束枪采用模块化设计，通过加装枪支部件可以提升枪支的射速和威力。执行战术任务时，可以让机体携带不同的光束枪进行组队发挥，同时携带圆盾时会内置2把光束刀。与多鲁基斯不同的是，盾挂在左肩上，使用上没有装在手臂上灵活。另外也有多佛炮改进而来的装备，但不常用。该炮主要用于进行火力打击和支援。该炮威力很大，是里奥手里唯一能对付高达的武器。另个肩扛武器是巴祖卡火箭炮，破坏力强，但备弹少，很少携带使用。除此之外，在殖民卫星上也有使用其他武装的里奥。除了光束步枪，比较显眼的是专门开发的大威力光束炮，一发足以摧毁1艘大型太空梭。但这2把武器在动画中很少登场，不属于里奥的常用装备。由于里奥的通用性很强，一机多用发挥到了极致，使得一支军队只装备里奥成为了可能。在地球圈统一联合里，主要的3支部队分别对里奥使用了不同的涂装，大部分地面部队使用绿色涂装之外，东南亚方面军使用的则是蓝色涂装，剩下的紫色涂装是联合宇宙军团使用的。不过一开始并不是直接使用紫色涂装，而是在特列斯制造相关事件后，自己领导的 OZ 军事组织对地球圈联合军取而代之，双方就此结成敌对关系，互相火并。但 OZ 组织先发制人，使地球圈联合大部被歼灭，剩余力量转移到了宇宙，并将机体涂装改成了紫色，而 OZ 的宇宙部队也将涂装改成了蓝色。不久后，特列斯和罗姆菲拉财团决裂，遭到软禁。OZ 特列斯派和 OZ 财团派涂装变成了绿色蓝色之分，再然后白色分谷作为殖民地星势力登场，使用的里奥涂装则为紫色。在 EVE War 战争结束，白色分谷组织解散后，新成立的地球圈统一国家里奥则用回了绿色涂装。